2024年8月11日星期天晚上10点，44岁的木匠 Ryan Borkworth 推着皮划艇进入威斯康星最深的湖泊之一大绿湖的漆黑湖水。那晚是英仙座流星雨的高峰期。晚上10点36分，他给妻子 Emily 发短信，可能偷偷溜到湖上了。Emily 回布，提前知道就好了，我刚还在想你怎么还没回家。他道歉后 Emily 说，不意外，我现在应该习惯了，那么多个晚上很晚了我都不知道你在哪里。他回复说会改善沟通，还说看到了粉红色的极光。然后他发出最后的信息，我爱你，晚安，我马上就要上岸了。他没有上岸。第二天早上5点12分，Emily 醒来时独自一人，她绝望地发着短信，你在哪里？此时她的丈夫已经执行了一个精心策划数月的计划，翻覆皮划艇，将手机扔进湖中，乘着预先准备好的儿童充气艇划回岸边，取出事先藏好的电动自行车，骑行66英里穿越整夜到达麦迪逊，然后登上前往底特律的巴士，穿越加拿大边境飞往巴黎，再转机前往格鲁吉亚的第比里斯，去见他在网上秘密约会了8个月的乌克兰女人 Katya。 1, still sweeping the shoreline. Copy that. Continue your sector scan. 接下来的日子里，这个小镇经历了它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搜救行动之一。警方进行了长达54天的搜寻，动用了船只、声纳设备、水下无人机和尸体搜寻犬。潜水员多次潜入深度超过200英尺的水域。志愿者 Case Cormican 在湖上度过了28天。搜救行动花费了超过35000美元，但这个数字无法衡量真正的成本。数百小时的志愿者时间 ，Emily 和3个孩子在不确定中煎熬的每一天。几个月后，当警方联系了 Ryan 并最终说服他回国时，2024年12月10日，他飞回美国，在机场被逮捕。在随后的审讯中，坐在早餐桌前，他的眼睛凝视着中间的某个地方。Ryan 说出了一句令人震惊的话：我相信配偶应该像一口你可以汲取的井，我到处游荡，口渴了。然后他企图将责任转移到 Emily 身上。说实话，我能把这一切做到这个程度，恰恰说明了他对我日常工作有多么不感兴趣。这句话是理解整个故事的钥匙。当一个人把配偶视为可以汲取的井，而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时，会发生什么？这个隐喻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权力关系？ Ryan Borkworth 的这句话不是一个随口的比喻，而是一套完整的关系哲学的浓缩表达。他没有说配偶应该像泉水，泉水会主动涌出；没有说配偶应该像河流，河流会流动，会改变，而是说像一口井，而且特别强调你可以汲取。井是固定的，它被挖在某个地方就永远在那里。当配偶被比作井，意味着他应该永远在那里，在家里，在婚姻里，在那个被指定的位置上。Emily 说，不意外，我现在应该习惯了，那么多个夜晚，很晚，我都不知道你在哪里。他已经被训练成井，无论他去哪里，他都在原地等待。井是被动的，井不会主动提供水，你需要去汲取。Ryan 说，我到处游荡，口渴了。在这个简单的表述中，整个权力关系的面图已经绘制完成。他是主动的行动者，是游荡的人，是感到口渴的人。而井是被发现的对象，是被使用的资源，是满足他人需求的工具。Emily 没有被看作一个也会口渴，也需要被滋养的人。Ryan 抱怨 Emily 对他的日常工作不感兴趣，但他从未提到自己是否也对 Emily 的内心世界感兴趣。这种单向性不是个人的疏忽，而是井这个隐喻内在的逻辑。井不需要被关心，它只需要提供水。井提供资源，但自身没有流动性。社会学家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提出情感劳动这个概念，描述那些隐形的、不被人宠、往往无偿的劳动。当 Ryan 说配偶应该像一口你可以汲取的井，
他在表达的正是这种对情感劳动的功能化理解。我口渴的时候，你应该有水；我需要的时候，你应该提供；我汲取后，你应该自动补充。我不需要考虑井本身释放口渴，不需要为汲水付出代价。井需要被占有，仅属于某个人、某个家庭。Ryan 的假死计划如此精心，部分原因是他不能简单的离开。离婚意味着承认他有权利离开，承认这个所有权关系是可以终止的。但假死呢？假死让他可以释放这个所有权，同时又不需要承认他本来就有自由。假死让他保持了道德优势，不是他抛弃了他，而是命运夺走了他。紧亚兰人道可以容纳秘密。从2023年12月开始，他在网上认识了卡提亚。到2024年4月，Ryan 开始认真研究如何假死。整整8个日的时间，他过着双重生活。每个周日，他和 Emily 3个孩子一起去教堂。每天晚上，他回到家和家人共进晚餐。然后他会上楼，打开电脑，进入另一个世界。他期待 Emily 像井一样，深到可以容纳这些秘密而不溢出，深到他可以在井口生活，而井永远看不见井底的黑暗。深到即使有时候有一些蛛丝马迹浮现，他也会选择相信表面的平静。心理学家 Judith Herman 指出，秘密在亲密关系中创造了一种根本的不对称性。知情者拥有权利，不知情者处于被动和脆弱的位置。当一方保守重大秘密时，他们实际上剥夺了另一方做出知情选择的能力。但 Ryan 期待的不只是对当前秘密的无知。Emily 说，那么多个晚上很晚了，我都不知道你在哪里。这不是一夜的秘密，而是长期的模式。他被训练成不追问的井。每一次他想问你去哪里了，却忍住，井就变得更深一点。每一次他感到孤独，被忽视，却说不意外，我现在应该习惯了，井就变得更深一点。社会学家 Sylvia Federici 在零点革命中提出了一个激进的观点，将照顾料劳动定义为女性的自然角色，将她们从经济交换中移除，是维持现有系统的关键。井的隐喻完成了类似其工作。当我们说妻子应该像一口井时，我们实际上在说，她的供给是自然的，不需要回报的，不会枯竭的。但井会枯竭，人会耗尽。这就是这个隐喻最危险的地方，它掩盖了情感劳动的真实成本。Ryan 对自己的描述充满了流动性。我到处游荡，口渴了。这让我们看到传统性别体系中的一个核心二元对立。男性被赋予流动性，女性被赋予固定性。社会学家 R.W. 康奈尔指出，男性气质是通过与女性气质的对比来定义的。男性气质与外部空间相联系，街道、战场、市场、大海。男性被期待是流动的、冒险的、突破边界的。女性气质与内部空间相联系，家庭、井边、花园。女性被期待是固定的、可靠的、保持边界的。当 Ryan 说我到处游荡时，他在宣称一种特权，移动的自由，探索的权利，不受固定位置束缚的可能性。而当他期待 Emily 像井一样时，他在要求的正是相反的东西。他必须待在原地，成为他可以返回的固定点。法国哲学家西蒙纳德·波伏瓦提出了内在性和超越性的概念。男性被建构为追求超越的主体，向外探索、创造、改变世界；而女性被建构为停留在内在性中的客体，重复、维持、守护、服务他人。井的隐喻完美地体现了这种内在性，它向内延伸、深度，但永远不向外流动、广度。看一下 Ryan 的逃亡路线。8月11日晚上，他骑行了大约70英里到达麦迪逊，登上前往底特律的巴士，穿越加拿大边境，飞往巴黎，再转机前往格鲁吉亚。这个路线跨越了3个大洲，经过了至少6个国家。它可以改变主意、改变身份、改变地点、改变关系、改变国籍、环境、改变语言环境。这种流动性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，它需要经济资源、物理能力、社会默认权，
一个44岁的男人深夜独自骑行，穿越国界不会引起太多怀疑。情感自由，可以专注于自己的需求，而不用担心对孩子的影响。那 Emily 呢？她的流动性受到什么限制？3个孩子需要照顾，22年的婚姻建立的生活网络，经济依赖，社会期待，好母亲不会抛下孩子，情感责任。这不是说 Emily 被困住了，而是说 Emily 的选择空间和 Ryan 的选择空间是根本不对等的。Green Lake 不只是这个案件的物理场景，它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象征。Ryan 选择了威斯康星最深的湖之一，深度超过200英尺。他研究了尸体要多深才不会浮上来。他选择 Green Lake 就是选择这种深度，深到可以永远隐藏真相。但他错了。从失踪的第1天开始， Emily 就表现出一种不寻常的坚持。她最了解 Ryan 22年的婚姻，她知道他的习惯、性格、谋划能力。她问的问题很具体，为什么皮划艇翻覆了，但吊具箱还整齐地放在里面？为什么救生衣没穿？警方确实没有放弃，他们在54天里不断搜寻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他们开始注意到一些不寻常的地方。警方发现他在消失前查询了如何更换驾照，如何清理数字途径，如何移居国外。他还查询了格鲁齐亚的生活成本，财务记录显示了那份37.5万美元的人寿保险。警方联系了加拿大边境管理局，追踪到他购买了飞往巴黎的批机票，最终追踪到他在格鲁吉亚的下落。志愿者 Keith Kermican 在湖上度过了28天，他说越搜越觉得奇怪。当最终真相大白时， Kermican 的反应是愤怒和背叛感。我们在那里冒着生命危险，在超过200英尺深的水域潜水，而他在另一个大洲享受新生活。Green Lake 成了一个象征，不只是 Ryan 试图隐藏真相的地方，也是真相最终浮出水面的地方。如果我们把 Green Lake 看作一个隐喻，它告诉我们，深度不等于永久隐藏，真相有浮力。Ryan 研究了尸体要多深才不会浮上来，但他忽略了一点，真相和尸体不同，尸体被重力拉向深处，但真相有向上的力量。在警方的审讯中 ，Randon 说：“说实话，我能把这一切做到这个程度，恰恰说明了他对我日常工作有多么不感兴趣。”这句话值得仔细分析。Ryan 承认了假死、欺骗、背叛这些行为是他做的，但紧接着他把原因归咎于 Emily， 这是一个经典的责任转移模式。我做了 X， 但那是因为你没有做 Y。更深层的问题是 ，Ryan 的这句话预设了一个前提 ：Emily 有责任对他的日常工作感兴趣。这不是相互的期待，而是单向的期待。那么 ，Ryan 对 Emily 的日常生活感兴趣吗？这些问题在 Ryan 的叙述中完全不存在。伊万斯塔克在强制控制中指出，家庭暴力不只是身体暴力，更常见的是一种持续的系统性的控制，监控对方的行动，隔离对方的联系，控制经济资源，贬低对方的能力，设定任意的规则和期待。Ryan 的行为模式符合这种强制控制，他到处游荡 ，Emily 不知道他在哪里，但反过来 ，Ryan 知道 Emily 在哪里，因为 Emily 在他应该在的地方，家里。带孩子，等他回来。这不只是信息上的不对称，更是关于监控权力的。Emily 被程训成不追问、不举例、不要求知情。占有的逻辑最核心的假设是，配偶是我的，不是作为一个有独立意志的人，而是作为一个占有物。这听起来很极端，但在很多亲密关系中，占有的逻辑仍然以更隐蔽的方式存在。它体现在语言中、期待中、危机时刻的反应中。Ryan 在假死前还做了另一件事，他累积了大量债务。当 Emily 的母亲在 Ryan 失踪期间帮女儿整理账单时，她发现 Ryan 欠下了大约8万美元的信用卡债务。Emily 对此一无所知。这些债务有些是以 Emily 的名义或以2人共同名义取得的，意味着即使 Ryan 死了， Emily 也要承担偿还责任。债务不只是财务问题，它也是一种控制工具。债务创造了长期的义务和束缚，确保即使它消失了，它也无法轻易的流动。
Ryan 的假死计划是占有逻辑的极端表现，他不能简单的离开，因为那意味着承认 Emily 有权利知道，有权利选择，有权利拒绝。离婚需要 Emily 的参与，需要承认这是2个人的决定，但假死呢？假死让他单方面结束关系，同时保持道德优势。他不是抛弃了他，是被命运夺走的。假死是终极的占有行为。我决定这段关系何时结束，我决定以何种方式结束，我甚至决定你应该有什么样的情感反应。你不需要知道真相，不需要参与决策，你只需要接受我为你写好的剧本。当 Ryan 终于回到美国被逮捕时，法律系统主要关注可以被证明和量化的伤害，花费了多少公共资源，浪费了多少警力。但情感伤害呢？ Emily 经历了54天的不确定、痛苦、恐惧，然后发现真相后的愤怒、背叛感。3个孩子失去了对父亲的信任，这些怎么量化？怎么补偿？ Emily 提出了婚姻废除 annulment， 而不是离婚。废除婚姻意味着宣布这段婚姻从开始就无效。Emily 在主张这段婚姻建立在欺诈之上。Ryan 从来没有真正承诺过这段关系，从来没有真正把它当作平等的伴侣，而是一直把它当作可以汲取的井，可以占有的财产。废除是一种彻底的拒绝。他说，我不只是要结束这段关系，我要宣布它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。我不只是要离开你，我要抹去你曾经对我的所有权。为什么在21世纪，配偶应该像一口可以汲取的井，这样看似过时的观念仍然存在？首先，很多持有这种观念的人并没有深思熟虑地选择它，他们只是重复听来的话，接受了文化中的默认脚本。社会学家皮尔·波尔蒂奥提出习性 habitus 的概念，我们通过长期社会化过程内化的思维模式，它不是有意识的选择，而是变成了自然的正常的东西。但除了文化惯性，井的隐喻之所以仍然有市场，还是因为它迎合了一些人对婚姻的便利期待。我乱，你要稳；我需要，你要有；我想自由，你要在家；我变，你不能变；我脆弱，你要硬。这些期待不一定是恶意的，或是有意识的，但即使是善意的，即使是无意识的，这个隐喻的结构本身就是不平等的。在这个隐喻体系中，男性和女性被分配了互补但不平等的角色。表面上，这种互补性可能看起来平衡，男性提供流动性和变化，女性提供稳定性和连续性。但问题在于，这个分工不是平等的交换，而是一个零和游戏。更重要的是，这2个角色在社会价值和权力分配上是不平等的。流动性、变化、向外探索，这些被视为积极的、有价值的；固定性、稳定、向内守护，这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、不值得特别承认的。性别研究学者 Judith Butler 提出性别展演性的概念。性别不是我们天生就是的东西，而是我们通过不断重复的行为做出来的。井和河的隐喻就是这一套展演剧本。Butler的充要洞见是，正因为性别是展演出来的，所以它也可以被重新展演，可以被颠覆，可以被改变。Emily 最终拒绝继续扮演井的角色，就是一种展演的颠覆。那么，更健康的亲密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子？答案不是简单的反转角色，答案也不是完全消除稳定和流动的元素。真正的答案是，双方都应该同时是井，也是河。作为井，双方都能提供稳定和支持，都能成为对方情感的资源，都能在对方需要时在那里，都有深度、丰富的内心世界。作为河，双方都能流动和成长，都能探索新的可能性，都能改变和适应，都能追求自己的方向和目标。关键区别在于互惠性，相互滋养，而非单向汲取；流动性，共同成长，而非一个固定一个流动；完整性，都可以是完整的人；自主性，两个独立的个体选择在一起。社会学家 Anthony Giddens 指出，
现代亲密关系的特征是纯粹关系，基于双方从关系本身获得的情感满足。纯粹关系是平等的、可协商的，也是可终止的。只有当双方都有选择权时，选择在一起才真正有意义。心理学家 John Gottman 通过研究数千对夫妻，发现成功的长期关系需要情感回应的双向性，双方都频繁地转向对方，而非转离对方。持续的了解和更新，不断更新对伴侣的了解，共享的意义系统，共同创造意义，冲突的建设性处理，避免批评、藐视、辩护、冷战。Ryan 的案例给我们的教训是，他期待 Emily 会是稳定的井，永远在那里可以汲取。他期待她可以是自由的河，到处游荡，追求新的可能性。现实是 ，Emily 拒绝继续是井，申请废除美婚，要求独自监护3个孩子。社区动员了54天的搜救，警方追踪数月，3个孩子失去了对父亲的信任。Green Lake 县警长 Mark Podol 说：“你选错了警长，选错了部门，但更根本的是 ，Ryan 选错了隐喻。他以为婚姻是一口井和一条河的组合，以为他可以单方面定义关系的性质，以为他可以汲取而不回馈，以为他可以逃离而不承担后果。但真实的亲密关系需要2个完整的人，既能稳定又能流动，既能给予也能接受，既能独立也能连接，既能承诺也能成长。2024年8月11日的夜晚 ，Ryan Bogwart 他沉入了自己选择的深水，不只是 Green Lake 的物理深度，而是欺骗、背叛和逃避的道德深渊。把女性定义为井，我们剥夺了她们的流动的权利、声音的权利、欲望的权利、选择的权利、知情的权利。社会学家 Sandra Lee Bartke 学道，女性主义意识的觉醒就是意识到，那些被呈现为正常和自然的东西，其实是被社会建构的，是可以质疑和改变的。Emily 的觉醒就是意识到，我应该习惯了，不是自然规律，不是她作为妻子的义务，而是一个可以终止的模式。当一个男人需要假死才能离开婚姻，问题不在于井不够深，水不够清，供应不够多，问题在于他从来不把它当作一个会流动、会变化、会有自己欲望和需求的完整的人。他要的是 Green Lake， 深黑，可以吞没其他痕迹，永远在那里，永远可以汲取，不会追问，不会改变，不会要求互惠。Emily 早上醒来时独自一人，她的短信“你在哪里”最终得到了答案，不是从他那里，而是从他自己的选择中。他选择不再等待，不再接手，不再是井。他申请废除婚姻，要求独自监护3个孩子。他不再是等待的井，而是向前流动的河。井可以选择干涸，更准确地说，井可以选择不再是井。这个选择不只是 Emily 的，而是所有被期待成为井的人的选择。这个选择不容易，它意味着放弃好妻子的社会认可，意味着面对经济上的不确定性，意味着向孩子们解释复杂而痛苦的真相。但这个选择也是解放，因为有尊严的人都应该有权利选择不再是井。或者更好的是，我们应该建立一种关系模式，在其中没有人需要成为井，在其中双方都可以是完整的人，既稳定又流动，既给予又接受，既独立又连接，既承诺又成长。在其中，爱不是单向的汲取，而是双向的滋养；不是占有和被占有，而是选择与被选择；不是一个固定点和一条流动的河，而是2条河流选择在某个河段并行交汇，共同流向更广阔的地方。Ryan Bogwart 的案件留下了许多无法用天数和金钱量衡的损失。一个女人在22年里慢慢学会接受，不知道丈夫在哪里作为常态。3个孩子学会了，
父亲可以选择死亡，而非面对责任。一个社区学会了不再轻信表面的平静，但也有些东西被重新发现。Emily 发现了自己可以离开的力量，可以说不的权利，可以选择自己人生的能力。社区发现了彼此关心的深度，54天的搜救，28天在湖上的志愿者，$35,000的公共投入。这不是被 Ryan 利用的软弱，而是人性光辉的证明。我们所有人都有机会重新思考，什么是真正健康的亲密关系，什么是真正的爱，什么是真正的承诺。答案不是一口更深的井，也不是一条更自由的河。答案是两个完整的人彼此看见对方的完整性，选择在一起流动。